混血犬死死盯住训犬师，随后猛然挣扎。训犬师只是像钓鱼一样轻轻拽了下绳子，狗子就上下跳动，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拼命的撕咬让他嘴角泛出了鲜红，一旁的女主人紧紧捂住嘴，眉间全是不忍。男主人神色大变，似乎想叫停今天的训练。 그럼 아까 그 모습에 얘가 계속 기억을 하고 있을까요? 아니면 어떤 모습이요? 보호자님이 생각하는 것만큼 보호자님만큼 기억하지는 않을 거예요. 기억해도 상관없어요. 그걸 기억한다라는 게 괴로운 삶은 아니에요. 자기가 안 따라왔기 때문에 따라가면 되는 거예요. 夫妻俩之所以对这只狗有不一样的情感，这背后原来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本是一对结婚7年的恩爱夫妻，晚婚的他们一直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女主人甚至还在49岁高龄时尝试了试管婴儿，但遗憾的是命运并未眷顾他们。求子之路的艰辛与痛苦让两人决定放下执念，并约定如果结婚5年后依然没有孩子，就去领养一只小狗。 时间来到2024年，他们结婚刚好满5年，缘分也如期而至。女主人的熟人家里一只吉娃娃混血母犬生下了一窝幼崽，但母犬却缺乏母性，根本不照顾小狗。当主人发现时，整窝幼崽中仅剩下一只活下来了。听闻此事的女主人便顺水推舟地接下了临时救助的任务，直接将这只连满月都不到的小生命带回了家。起初，男主人对这个没有经过商量就突然到来的小家伙非常抗拒，因为每天下班回家迎接他的是满地的屎尿和刺鼻的气味。 然而，看着妻子因为求子受尽折磨，如今却因为这只小狗的到来而重新焕发活力，男主人最终还是心软了，同意留下小狗。但一位养狗的同事敏锐地察觉到他的眼睛有些异常，女主人立刻带着他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显示狗狗患上了白内障，几乎看不见东西。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和未知的病情，女主人陷入了极度的纠结，甚至产生过将小狗退回去的念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原本抗拒养狗的男主人却站了出来。 他坚定地表示，把生病的孩子退回去等同于残忍的抛弃。从那一刻起，男主人展现出了极大的担当。他不仅接纳了小狗，还为他倾注了全部的爱。他们带着小狗去专业的眼科医院做了手术，打折后的费用依然高达500万韩元。幸运的是，小狗的眼睛康复了。他们为它取名为多迪。作为家里的独生子，多迪过着极为优渥的生活。然而，在这个看似幸福完美的家庭背后，却隐藏着令人头疼的隐患。这一天，夫妻俩带着多迪来到了动物医院。他今天是来补打疫苗的。 可是，一进入医院，多迪就陷入了极度的恐慌。江迅猜测，因为曾经的眼科手术需要全身麻醉，为了给他打针，护士肯定对他进行过强制性的束缚，这在多迪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创伤和阴影。当妻子试图给他戴上防咬的伊丽莎白圈时，他当场就被吓尿了。夫妻俩想着带他到门外放松一下，却没料到多迪彻底爆发了。 面对这种情况，夫妻俩早都习以为常了。无奈的他们最终只能放弃给他打针。为了平复多迪在医院受到的惊吓，夫妻俩带他去了户外散步，转换心情。但在户外的狗子却展现出了另一副面孔。一听到其他狗叫多迪，就异常兴奋，他全身毛发竖起，试图冲上去撕咬对方。这份不管不顾，直接给大家吓出一身冷汗。 甚至遇到体型比他还大的边牧，他依然敢上前挑衅。此时的边牧前胸压低，尾巴翘起，已经做出了预警姿态。但多迪完全无视了这种信号，依然暴躁地冲了过去，甚至还趁其不备偷袭了对方的狗嘴。这对于幼犬来说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示范。不过事情的真相在回忆中露出了一丝端倪。据夫妻俩回忆，之前有一次全家旅行，多迪被寄养在宠物酒店里。 令人意外的是，在监控中，多迪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性。这个截然不同的反差揭开了一个关键的线索。 多迪的攻击性似乎只在监护人身边才会被触发。原来，这个看似在家里有着绝对话语权的女主人，在短短2年多的时间里，已经被多迪咬了7、8次。第一次流血事件发生在多迪来到家里1、2个月的时候。当时，女主人满心欢喜地递给他一根骨头，想看看小狗啃骨头时可爱的模样。他想摸一下，结果就被咬了。 面对女主人的训斥，他绝食了一整天，表示抗议。这种在幼年期就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护食攻击性，并非多迪天生就是恶犬，而是他的生命底色中缺失了社会化洗礼。一般幼犬的启蒙往往是在母亲的怀抱中完成的，但多迪却没有完成这一刻。而第二次的伤害则源于一场跨物种的误解。当时他想用脚摸摸多迪，拉近下距离，没想到他突然抱起，狠狠咬伤了女主人。 他咬完后马上就跑进了角落，大家以为他在面壁思过，但那其实是一种别靠近我的警告。这一下子让女主人整整2周无法下地走路，但出于对狗子的爱，她还是咬牙选择了隐忍。不过到了第3次，她的这根忍耐之弦彻底崩断了。有一次夫妻俩外出回来，发现多迪将家里的家具咬得面目全非。面对训斥，他又故技重施，躲进餐桌底下。当女主人试图抓住他的腿把他拖出来时，结果又被咬了。至于第4次被咬，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女主人曾将多迪散养在办公室旁的一块空地上，多迪被一场暴雨彻底浇透了，他从此就对水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再也不肯雨天出门，更别提洗澡了。
江训称，像多迪这样拥有北方高寒地区血统的犬种，如果在冬天打湿毛发结冰，就意味着冻伤和死亡。只有那些拼命躲避水的狗才能侥幸存活并繁衍至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女主人给它洗澡时会遭到攻击了。最后，他只能妥协，用湿毛巾给它擦身体。然而，退让并没有换来和平。多迪锋利的犬齿再次扎进了女主人的胳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肉坑。因为伤口严重感染化脓，她不得不到医院排脓。昂贵的医药费甚至高达400多万韩元，就连见多识广的医生都建议将它安乐死。江训称，多迪的咬人方式根本不是普通狗狗警告性的啃咬，而是北方犬种特有的狩猎策略。它们会直接撕裂伤口，让猎物大量失血，然后静静等待，直到猎物彻底死去。恰恰是因为它内心极度的不安，才会如此防御性的咬人。曾经多迪对男主人还保留着最后的克制，但现在他连男主人也不放过了。早上5点，多迪会对着玄关发出凄厉的吠叫，他的生物钟都快赶上早起的公鸡了。为了平复多迪的情绪，女主人拿出了狗粮。令人咂舌的是，这只狗甚至连吃饭的排场都极其挑剔。女主人给他换过好几个不同款式的饭碗，他连看都不看一眼，直到他把饭碗抬高，这个小祖宗才肯赏脸进食。江训称，虽然垫高饭碗确实有助于狗狗更舒适的吞咽，但在他看来这毫无必要。然而，刚刚还在抱怨被咬的女主人，在看到多迪稍微靠近后，竟又凑上去了，这让丈夫十分无语。 느끼기에는 지금 여러 번 물렸잖아요. 근데 패턴이 좀 똑같아요. 내가 뭘 했어? 주의하라고 그랬지. 물고 빨고 하지 마. 걔 있을 때는 좀 피해. 他总是强行对多迪单方面进行那种令狗窒息的亲昵，甚至多迪都吠叫警告了他，还会抚摸他。 이 스킨십을 못하면 어떡해, 그치? 男主人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或许可以为了对方的喜好委曲求全，但狗是靠本能生存的动物。当父母把自以为是的爱强加给一个从头到尾都在抗拒的孩子时，这种爱就不再是温情，而是一种可怕的折磨。面对丈夫的建议，妻子打心底里就抵触。在她的心里，多迪就是一个从小缺乏母爱的可怜孩子。 他想用自己毫无保留的肢体接触，去填补多迪生命中缺失的那份温情。他幻想着有一天，多迪能被这种肌肤相亲的温暖治愈，变成一只可以在他回家时开心迎接的乖巧宠物。为了这个美丽的愿望，他甘愿忍受一次又一次的撕咬。但江训的话却像一盆冰水，无情地浇灭了他自导自演的温情戏码。这种把狗当成亲生儿子疯狂进行肢体接触的行为，在人类看来或许是母爱的极致体现，但对于多迪而言却是一剂致命的毒药。多迪确实想待在主人身边，但他想要的仅仅是安静地趴着而已。而女主人那随时随地不分场合的强制抚摸，让这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狗狗感到了深深的窒息。它越是觉得压抑，就越是用极端的撕咬来表达拒绝，而女主人越是被咬，就越想要用爱去感化它，从而陷入了一个极其扭曲的恶性循环。江训并没有立刻给出改变多迪的方法，而是建议女主人去读一本书，叫做《我以为我是个好妈妈》。如果他们真想这个家庭迎来光明，女主人先要学会放下那份让人窒息的爱才行。2周后，他们又来到现场。 在这短短的半个月里，这位极品不孝子又添了新战绩，累计已经咬了女主人整整7次。然而，即便遍体鳞伤，女主人对多迪的溺爱却依然如故。江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的问题：在纠正狗狗行为时，通常需要建立的是加法训练，但这个盲目溺爱的女主人最需要的却是减法训练。作为铲屎官，毫无保留地爱自己的狗是本能，而剥离这种习惯却异常痛苦。 这正是江训在2周前布置那项读书作业的良苦用心。那些打着无私奉献的旗号大包大揽的母爱，很多时候并不是在拯救，反而成了将对方推入更深泥潭的绊脚石。为了摸清多迪现在的底细，女嘉宾被委以重任，作为先遣部队先登门试探。随着门铃声响起，她并没有直冲玄关，而是站在原地。这并不是在驱赶客人，而是在狡黠地观察主人们的反应。当她进门后，展现在镜头前的正是江训最害怕看到的场景。在这个家里，管理狗狗的权利被荒谬地切割了。 男主人如临大敌般死死拽着牵引绳充当武力担当，女主人则在一旁不停地塞零食扮演安抚天使。正是这种混乱的分工，才让多迪有恃无恐。不过那本心理学书籍显然已经在女主人的心里种下了反思的种子。面对女嘉宾，她坦诚地剖析了自己。她意识到自己在家里一直扮演的是助长者的角色，无论是对丈夫还是对多迪，她总是习惯性的大包大揽。她承认当初领养小狗就是为了能够随心所欲地揉捏抱抱。 他从未尝试去理解多迪的心理，过度抚摸其实是对狗狗边界感的严重侵犯。就在这时，男主人松开了手里的牵引绳，这突如其来的撒手让江训倒吸一口凉气。他当着陌生客人的面悠哉悠哉地吃起了狗粮，这绝不是因为他神经大条，而是在宣示主权。他在用行动说明这是我的地盘，自己的地位甚至比主人还要高。当女嘉宾跟男主人握手时，多迪猛地窜了过来，他用身体竖起了一道绝对的屏障，用一种极其不悦的眼神狠狠剜了女嘉宾眼。 至此，多迪暴躁咬人的迷雾彻底被拨开了。江训此时也露出了了然的目光。
当门铃再次响起时，真正的交锋正式拉开帷幕。 원래는 어떻게 하나요? 그 냄새 맡고 나면 괜찮아져요. 在这个家里，想要跨过玄关，必须先过安保才行。如果过程中狗狗狂吠，主人们非但不会制止，反而会立刻给它奉上零食。女主人解释说，如果不给零食，它就会一直叫下去。他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换来短暂的安宁。江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当狗可以用狂叫换取食物和特权时，他向客人传递的潜台词就是：这是我的房子，你想进来必须讨好我。其实多迪并不是什么天生的恶魔，他只是一个被无限纵容出来的独裁者。他觉得这个家里的一切都是他的私有财产，一旦事情脱离了他的掌控，他就会用攻击来表达抗议。 이렇게 키우면 무조건 물리게 되어 있습니다. 为了打破多迪的极度控制欲，江迅决定进行一场实战演练。他会先出门待一会儿，然后20秒后再按门铃。当铃声再度刺破空气时，曾经那个习惯用吠叫发号施令的多迪，即将迎来狗声中最大的一次系统崩溃。他让女主人挺直腰板挡在多迪和他之间，然后继续给出简短的坐下指令。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强硬态度，给多迪的 CPU 干冒烟了。一般在乎主人的狗会关心主人到底怎么了，但多迪完全不管不顾，只有你为什么反抗我的质问，甚至眼神中都透露着自己的地位被动摇的怒火。女主人在江迅的指导下不断对他格挡，江迅要让他尝尝什么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短暂的僵持后，这头孤狼收起了獠牙，乖乖坐了下来。他仿佛在质问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接着，女主人迎来了她最考验的时刻。 他将手掌摊开，让多迪嗅闻，但不能有任何的抚摸。他只用了最简单的口头表扬，就让多迪摇起了尾巴。其实，真正健康的关系不需要用零食来维系，哪怕一句口头表扬也足以让狗狗感到开心。就在多迪再次悄无声息地挡在两人中间时，女主人用身体将他无情地推开了。奇怪的是，失去了对局面控制的多迪不但没有暴怒，他的身体反而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般。原来他一直渴望有一个领导力强的主人。由于短时间内经历了太大的心理冲击，多迪默默躲进了桌子下。这时候一定不能硬拽他，必须耐心等待他自己愿意走出来才行。这时候江迅果断出手，为他拿来了航空箱，只要多迪在里面，就绝不能训斥他。这不仅是一个笼子，更是他的避风港。江迅不断拖动椅子，施加压力，把他赶了出来，然后又用零食诱惑他走进航空箱。但即便食物近在咫尺，他也表现得异常警惕。江迅把他平时喂食的垫子塞进了航空箱，熟悉的气味让他开始对这个箱子产生了好奇。眼看多迪还在死撑，江迅决定升级策略，他让女主人拿来牵引绳给这头倔驴套上。一人一狗的对抗终于正式开始了。他死死咬住牵引绳，试图摆脱他的束缚。在极度的恐慌中，多迪甚至可能会大小便失禁。 잘 관찰하고 도닥여주고 잘 키우려고 하다 보니 눈치를 봐주고. 看着这惨烈的一幕，女主人心如刀绞。在撕咬绳子的过程中，多迪甚至咬破了牙龈和舌头。此时的他大脑已经一片空白，完全听不进任何指令了。但江迅没有停止，依旧拉着他一步步走向航空箱。 우리 사람으로 치면은 치부 같은 거죠. 보통 이렇게 하면 좀 멈췄을 겁니다. 面对多迪的二次反抗，江迅笑脸相迎，任他折腾。现在最担心莫过于坐在沙发上的女主人了。江迅不断用走位给她压力，让她回到航空箱。接下来便是女主人的高光时刻，她一改往日的柔弱，用坚定的声音呼唤着狗子。但多迪的大脑还在宕机，没有任何反应。江迅猜测，可能是因为他在旁边，狗子才不敢出来。当他走远后，多迪才乖乖来到了女主人身边。他继续给出指令，将他一步步赶回航空箱。当女主人关上门后，一切的剑拔弩张都烟消云散了。这时候，男主人忍不住开口问道。 그럼 아까 그 모습에 이 기억을 하고 있을까요? 아니면 어떤 모습이요? 보호자님이 생각하는 것만큼 보호자님만큼 기억하지는 않을 거예요. 기억해도 상관없어요. 기억해도 상관없어요. 기억하는 게 좋을 수도 있어요. 그 행동을 하지 않아야 되니까요. 그걸 기억한다라는 게 괴로운 삶은 아니에요. 왜냐면 자기가 안 따라왔기 때문에. 话音刚落，妻子也趁机爆料丈夫也是个宠狗狂魔，他也是让多迪变成暴君的幕后黑手。江迅顺势就让丈夫也参与一下训练。当他给出回航空箱的指令时，虽然他的脸上写满了10000个不愿意，但他最终还是乖乖走进了航空箱。其实刚才的航空箱训练只是江迅的临时起意。对于这只极度缺乏边界感的狗来说，这个箱子将成为他狗生中最重要的避风港。以后只要他乖乖进去，就给他临时奖励，但绝不可以把手伸进去摸它。只有这样，多迪才能拥有一个真正免受外界打扰的专属空间。室内的规矩初见成效，但真正的考验在户外。江迅请来了一只边牧作为辅助犬，看见对方的刹那间，多迪的眼睛都直了。在他想冲过去的时候，江迅的牵引绳动了。他终于知道了自己不再是那个随心所欲的霸主了。当边牧靠近后，江迅又给多迪上了一道保险。面对自家狗子的挣扎，女主人满脸的心疼。江迅的训练其实只是传递着一个信息：我往哪边走，你就必须跟着我走。习惯了随心所欲的多迪，瞬间遭遇了狗生最大的滑铁卢，甚至在挣扎中还把嘴巴咬坏了。但这看似惨烈的一幕，其实根本和远处的边牧无关。他的愤怒纯粹是因为他从2个月大起就缺失了牵引绳训练，
他痛恨这种失去自由、被规则束缚的感觉。他告诉男主人握住绳子，坚定地往前走就行。在牵引绳的洗礼下，原本暴躁不堪的多迪终于乖乖地跟上了男主人的脚步。其实多迪从来都不是什么教不好的恶犬，他之所以在男主人手里适应得如此之快，是因为在他的心里，主人们的地位本就比陌生人高得多。只要主人能够克服溺爱的心魔，立起规矩的框架，那些看似难解的困局自然会迎刃而解。从反馈视频来看，多迪已经完全适应了航空箱的存在，在室外它的攻击性也大大降低了。看着眼前这一幕，女主人红了眼眶。在过去2年里，她用令人窒息的溺爱换来了满手的伤痕，而今天她终于学会了如何用正确的距离去真正的爱一只狗。多迪也终于卸下了沉重的一家之主的伪装，做回了一只可以在主人身后安心摇尾巴的小狗。这场关于爱与规则的交锋至此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多迪的故事其实就像是一面冰冷却真实的镜子，照出了许多家庭在养宠时的通病。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将人类的情感逻辑强加于狗，用自以为是的无私奉献和毫无底线的肢体接触，硬生生的将一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小狗逼成了一个只能靠狂躁和撕咬来保护自己的暴君。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毫无原则的溺爱，更不是令人窒息的捆绑。人与狗之间最深的羁绊是不需要用鲜血和眼泪来反复试探的，懂得尊重动物的天性，学会适当的做减法，这段跨越物种的相遇才能真正褪去互相折磨的刺，开出双向治愈的花。好了，我们下期节目见。